哇，这是哪家下片啊？好大的手笔啊！这得多少钱？王爷小心！是他，3年前抵挡了我媚术的男人。妖女，滚出本王的梦境！小心！姑娘厉害啊！王爷，快吃药！不必了，这药根本就救不了我，只不过图个安心罢了。王爷且再忍忍，我已经加派人手寻找神医墨白了，很快就会有消息了。爹，厉王他不仅双腿残废，还不举，女儿不想嫁过去守活寡。莲儿放心，沈桂墨已经到了京城，3日后就让他替你出嫁。太监真的还活着，可当年我们那般对他，他当真愿意？乡野村夫生的贱种，能嫁给天皇贵胄已经是他天大的福气了，他敢拒绝不成？你们当年可不是这么说的。我是相府嫡女，我要是死了，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倘若这一切都是相爷的意思呢？不，爹爹为什么？因为你占着相府嫡女的身份，抢了本该属于李阿的圣上赐婚。哼，去死吧！玄天隐御史本尊将在这里捡到未来的宗门天骄，莫不就是他？一个贱人，10年不见，竟比当年还要美艳几分。贱人在骂谁啊？哦，贱人在骂我啊！我声音那么小，他怎么听得到？爹啊！逆女，你妹妹愿意将皇室婚约让给你，对你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你怎么敢恩将仇报，还打她？恩情？你们当年为了抢走我的婚约，不惜推我入井，现在看人家厉王瘫痪了，又想让我替嫁，这样的恩情我可承受不了。先皇当年赐婚的时候，我娘还没被抬为嫔妻，这婚事本就是你的，本就该你去嫁给那个废人。放肆！你说谁是废人？参参见见厉王下。是他。厉王殿下息怒，刚才都是这个贱人，是他诱导我说那些话的。孰是孰非，本王自有断论，自己掌嘴吧。听到没有？王爷让你自己掌嘴。本王说的是你。正和，帮沈二小姐一把。灵儿，厉王殿下，小女无知，还请厉王殿下莫要责怪。不愧是我想双修的男人，不仅人长得帅，脑子也好使。本王没空与你多费口舌。今日本王奉先帝旨意来相府向相府嫡女下聘。来人！好多钱啊！哇！如今你相府有2位嫡女，可确定好了？3日之后，谁与本王成亲了？他！你们让我嫁我便要嫁，凭什么？本王奉先皇旨意前来，可相府却给不出一个厉王妃，难不成是要抗旨不尊？王爷息怒！你一个逆女，你到底如何才肯出嫁？我要这里的东西全部归我，外加相府给我这个数的嫁妆。1万两，给你，没问题。傻爹这些年也贪了不少啊，就给1万，也太抠搜了吧？看我不扒他一层皮！我要嫁的可是皇家，1万两嫁妆也太寒酸了吧？往高了猜，10万两，再猜100万两，再猜，不会是
1000万两吧？错了啊，1个亿。1个亿！你这个逆女，你简直是狮子大开口！那也行啊，让你的宝贝女儿去嫁喽。爹，那厉王殿下身有残疾就算了，还与你是政敌，女儿嫁过去，怕是没好日子过。是啊，乖女儿放心，爹绝对不会让你进龙潭虎穴的。行，1个亿给你。好，成交。我嫁。亏本王还以为她是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女，没想到竟也是个拜金的庸脂俗粉。哇，刚赚了1个亿，要是再赚9个亿，我就能回宗门了。墨儿，为父来看你了。相爷来我这做什么？墨儿，这么多年，为父还是十分挂念你的。别装了，说重点。为父想与你做笔交易。什么交易啊？有位大人物要厉王的命，只要你成亲当夜，让厉王喝下为父准备的酒，厉王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死掉，谁都查不出原因。你是想让我毒杀厉王？你怎么不直接让我去死啊？哎，墨儿，为父怎么舍得让你去死啊？事成之后，你吃下假死药，为父会送你出京城，然后还给你10万两好处费，怎么样？哼，10万两啊！哎，你打发叫花子呢？不干，除非加钱。你要多少？嗯，不会吧，墨儿，你不是刚要到了1个亿吗？怎么还要啊？你掉钱眼里了？你可是第一贪官，要不我俩现在去你府库看看你有多少家底？但是如果我看了，我要的可能就不止这些了。不就是1个亿吗？为父给了。给。墨儿，明日便要出嫁了，今日早些歇息啊。哦，爹，那1个亿已经是咱们家最后的现银了，你给了他，我们怎么办啊？放心，他什么也带不走，只要他杀了厉王，然后吃下我给他的假死药，便会永远都醒不了。到时候不仅把他拿走的东西全部拿回来，就连厉王府的宝库，我们也可以分一半。父亲高明。厉王，别官下官心狠，谁让你得罪谁不好，非要得罪仙门的人，这下谁也救不了你。简直是倒反天罡！王爷，这宴席还未结束，王妃还没回来，先吃点点心垫垫。郑和，你不觉得现在状态很不对劲吗？好像是不太对。不是，王爷，小的不是这个意思，小的是想说，您现在吃饱了，等会儿王妃给您任何东西，您都不要吃了。小的得到消息，沈相准备的合金酒有毒，小的就在这守着。王妃要敢动您，小的马上拔刀杀了他。哼。王爷可知，这合卺酒是沈相亲自挑选的极品，女儿红。这里面加了剧毒，人喝了以后会死得无声无息，事后
还查不出任何痕迹。不瞒王爷，我出嫁前，沈相给了我1个亿，让我暗杀王爷。你现在告诉本王这些，就不怕本王当场杀了？王爷，你杀不了我，整个厉王府的暗卫加起来都杀不了我。你说是吧，郑和？王爷，我们做个交易吧。你每个月给我这个数，我就贴身保护王爷，让王爷活到99岁，如何？本王不是贪官，给不出1亿两。对你不用1亿，10万两就够了。为何？因为你好看。师妹，与我双修吧，我身材样貌都是合欢宗第一。只要师妹愿意与我双修，我便是明日死了也甘心。丑剧，那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道侣啊？我呀，就是他，皇朝第1美男，厉北渊。给。竟是为了个钱不择手段的女人。如此，若是有一天有人开出更高的价格，她是不是也会立马背叛本王？王爷放心，过了今晚，你就是我的人了。今生今世，我都不会背叛你。别碰本王，下给你10万两。哎呀，大婚之夜，春宵苦短，别整这些没用的。一共1357的，零食10亿。可惜了，你赢了。师尊，先拿这些给师弟师妹盖个房子吧，剩下的我再想想办法。师尊啊，你知道我今天为了还债放弃了什么吗？美人落泪，看得我心都要碎了。王妃落泪，定是因为昨夜王爷没有与她圆房。其实王爷也不是羞辱她，只是这些年对自己双腿不良于行，耿耿于怀罢了。是啊，我们王爷虽然看起来冷冰冰的，但其实是个很好的人啊。哦，原来他不跟我双修是因为他的双腿。嘿，那我治好他的双腿不就好了？为什么站不起来？难道本王在死前都只能是一个废人，苟延残喘吗？王爷，您千万不要灰心，我们的人已经打听到了神医莫白的踪迹，相信马上就能找到他。找谁？你们刚刚说要找谁？说嘛，说不定我认识呢。找一个游历四方的神医，叫莫。哎，有我在呢，为什么要去外面找神医呢？王爷的病我能治。真的？王妃可知王爷是何病症？什么病症？我摸一下不就知道了。你躲什么？不要讳疾忌医啊！不对，你的腿瘫痪的根本原因，竟然是中了魅毒。你竟然看出来了？把裤子脱了。什么？我说你把裤子脱了，你想不想站起来了？郑和，王妃不可，这青天白日的，你别捣乱！王妃不可呀！王爷，王爷！
让我看看王爷究竟是何病因。本王给了你银子，你答应不再碰本王，没想到你竟是言而无信之人。这个王爷，王爷可是太后娘娘心头肉，他若出一点事，太后娘娘定会灭你九族的。王妃，你可不要乱！聒噪！王爷，我来了。太后到。渊儿腿脚不便，哀家就不让他带着孙媳妇儿来奉茶了。哀家亲自来看这对小夫妻。这么长，好粗啊！怎么回事？你别过来，会出人命的。你躺着让我来。大清早就这么激烈，年轻真好。你别过来！我来了。哎，正和，你还小，不懂大人那些事儿。放心，你们王爷好着呢，他快活得很。跟我到前院等着。走啊！来，站起来试试。站起来了，本王终于站起来了。怎么回事？好热！哎呀，我就说是那个，倒也不用这么着急就以身相许吧。不对，这是魅毒发作的症状。去把这个送子观音送到里屋。是。把这个百子千孙图挂到大厅的内侧。是。还有那幅山水画，给我换成百年好合。是。这都正午了，这小两口怎么还不出来呀？这过度放纵是要伤身体的呀。正和，你去提醒一下你们的王爷王妃。是。哎，我能说话了。刚刚难不成是因为太急，所以才说不出话的？王爷，爷，太后娘娘请您去前厅。好，知道了，我们一会儿就去。是。你不是说能治好本王吗？本王现在全身都瘫了。这是把魅毒封印在你丹田的一点后遗症而已。放心，一会儿就能恢复知觉。再过半日啊，你的腿也会恢复力气。本王从未听说过封印毒素之法，你究竟是何人？哎呀，我怕说来王爷不信。夫人，我是修仙者。修仙者？修仙者超尘脱俗，岂会对钱情有独钟？我看你顶多就是个江湖神棍。动了，已经真的治好了本王。还没完全好，你这毒有些蹊跷，若是半年之内找不到彻底根治的法子，你还是会死。本王就不该对旁人抱有希望。本王的毒，只有传说中的神医墨白才能解。王奶奶，北渊，你站起来了。御医为你诊治多年，你的腿毫无起色，刚成亲你便站起来了。桂墨丫头，你真是咱们皇家的小福星啊！皇奶奶谬赞了，是王爷自身福泽深厚，真是个讨人喜欢的丫头。
好孩子，你嫁过来以后，北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不过房事上你们还是要节制啊，不可像今日这般不分昼夜的失了分寸。皇奶奶，其实我们根本……别说让皇祖母扫兴的话。你让我别说，我就不说，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5000两。10倍。成交。不辛苦，您放心，我一定跟王爷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3年抱俩，让您的小曾孙陪您一起颐养天年。哎呦，好好好！来，皇奶奶请喝茶。好孩子，皇奶奶听说你生母走得早，也没给你留下什么嫁妆，皇奶奶倒是给你准备了一份儿。来人！俗不可耐。桂墨丫头这么些年流落在外不容易，难免注视这些俗物。更何况大靖皇是别的没有，有的就是钱。他爱财，你该高兴才是。不然，以你之前的条件，怎么能找到他这样的可人儿？桂墨丫头，喜欢吗？喜欢喜欢。皇奶奶，我觉得这个饰品很适合您，我给您戴上。怎么样？还是桂墨丫头眼光好，这簪子一戴，整个人一下子年轻了20岁。皇奶奶，您本来就很年轻。这好看什么呀？俗气！要我说，这种端庄大气的，才更适合皇奶奶。你个大老爷们懂什么？美女的事你少管。来，我看哪个好看。裴渊这性子，迟早把我的福星孙媳妇儿给气跑了。不行，还得哀家这把老骨头出手才行。王妃，太后娘娘说了，这里的温泉能美容养颜，滋润肌肤，王妃可要好好享受。你来这儿干什么？给本王出去！如果我说是太后让我来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这儿，你信不信？滚！臭小子，看我怎么收拾你！哼！本能反应，王爷，我治好了你的腿，就当给我点报酬，不要那么小气嘛。你要是觉得亏，你也可以摸我啊。100万两，以后不许再占本王便宜。区区100万，怎地春宵一刻？你，王爷就不想试试魅毒被封印之后还会不会发作？退战11，退战11。
还吃什么宵啊？催债的来了，王爷记得给我钱哦。哼。对了，3日回门，把送相府的回门礼给我就行，您就不用一起去了。相府上下都盼着你死呢。王妃是担心本王在相府遇刺，可你若孤身回门，恐怕会成为笑柄。哎，我也没打算回去啊，我只是单纯想要一个回门礼而已。小人求见老神医，求见老神医，求老神医，求老神医，求老神医，引见尊师，老神医，求老神医引见尊师。王爷，我查到神医墨白的弟子云游之大境就在回春堂，只要我们能见到他，就能联系到神医墨白，然后彻底为您解毒。哼，这一个个的不过是富贵病罢了，饿几顿就好了，非要花重金请我师傅去医治，真是钱多烧的。鉴宝大会，这要是能淘到1件宝贝的话，我就可以一夜暴富了。如果是2件的话，我就可以把债务全还清了。哎，我师傅，师傅啊，谁叫我？师傅，师傅，鉴宝大会。哎，老神医在那儿，快！不好了！快走！鉴宝大会，王爷，老神医莫不是对鉴宝大会有兴趣？准备一下，明日我们去鉴宝大会。你听说了吗？今天鉴宝大会，老神医也要来。老神医周游列国，从未公开露面。听说他不喜欢热闹，尤其是不喜欢这种奢靡的场合。他怎么会来这儿？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听回春堂的小厮说，老神医的师傅神医墨白要来。神医墨白，那可真是神仙一般的人物啊！他不仅能活死人肉白骨，还有一手绝妙的驻颜长生之术。明明已经年过100岁，却和一个18、9的少女一样啊！能有多娇艳？那可是王爷，花样妖娆柳样柔，眼波流不断满筐秋。回眸一笑百媚生，6宫粉黛无颜色。这鉴宝大会很热闹嘛。哦，对了，莲儿，厉王那边是生是死？厉王府那边没有任何消息。 3日回门，厉王和沈归墨都没来，按理说他们大概是死了，可都在说他们2人要来参加鉴宝大会。我猜他们2人大概是没了，王府秘而不发，恐怕是还在查呢。尽管让他们查去吧，咱们用的可都是仙长给的仙药，他们怎么也查不到我们身上。厉王妃到。厉王妃，好美的神仙眷侣，这样的面容当真是人间拥有的吗？你觉不觉得方才对神医墨白的形容像极了厉王妃？得了吧，你也不看看人家厉王妃多大年纪，老神医都年过古稀了，他师傅神医墨白定然是100岁之上，怎么可能18、9岁？你说的没错，听说厉王妃啊，从小养在庄子里，没什么见识，就是个空有美貌的花瓶，她绝无可能是神医墨白。你的腿不是好了，怎么还要坐轮椅啊？害我之人还藏在暗处，没把他揪出来之前，暂且不要暴露的好。更何况，传说神医墨白素来心善，他若真来了鉴宝大会，见我这个样子，必然会主动询问。那个废物，竟然还活着！小贱人，拿了我们相府那么多银子，竟然不办事儿！逆女，怎么了，沈相？这个逆女回门之日竟然没有回相府，不懂礼教。我这做父亲的，教教他懂懂规矩。他不回去，是本王准许。难不成沈相要连本王一起教训？我看他这是在维护我，难不成他终于要拜倒在我的16裙下了？别想太多，你既做了我的厉王妃，在外就代表我王府的脸面，你受辱，便是我厉王府受辱。哦，老神医到，师傅，原来这就是老神医啊！哎，老神医久仰久仰，不知可否由我等一叙啊？我有事去那边一下，若是王妃有什么事情，你来询问便是。是王爷。
刚刚我好像听到小白的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得了吧，你一个从小长在乡下庄子的村妇，还能认识大名鼎鼎的老神医不成？今日你来这鉴宝大会，就是一场笑话。你怎么说话呢？我说错了吗？你一个目光短浅的无知村姑，知道什么是宝贝吗？那么多珍宝摆在你面前，你分得清它们的价值吗？一堆破铜烂铁，他还当宝贝了？怎么没见过宝贝，看呆了？要不要妹妹我大发善心，帮你开开眼？这个叫九龙白玉盘，由极北之地的千年寒玉雕制而成。沈二小姐真厉害啊，竟然能一眼看出宝贝的来历。玉盘遇水，玉动水动，玉净凝冰，质地晶莹，玉光则透，实乃上品，价值千金。这确实是九龙玉盘，一个养在深闺的小姐竟然有此见识，着实不凡呐。这玉确实是好玉啊，不过你才是极北来的，你们全家都是极北来的。本宝宝来自天山。沈归墨，你什么意思？莫不是你还有其他见解？见解谈不上，只是想澄清一下，你手里的这个宝贝呢，是来自天山。胡说八道！你知道天山寒玉和极北寒玉的区别吗？就在这信口雌黄。极北寒玉冰封万物，不可触碰；天山寒玉触手升温，遇水凝冰。本宝宝可比那个冷疙瘩金贵多了。怎么哑巴了？我看你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极北寒玉冰封万物，不可触碰；天山寒玉触手升温，温柔细腻。这是鉴宝大师温先生。你拿着它，既然没有变成冰雕，就说明你手中的是天山寒玉，而非极北寒玉。既然是温先生说的，那肯定是真的。听见了吗，妹妹？我说的才对。寒玉只有两种，不是极北寒玉，就是天山寒玉。你不过是蒙对了而已，有什么好得意的？你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哦。你少在这装腔作势。你要真有本事，敢不敢跟我比一比？哦，你想怎么比啊？半个时辰内，我们各自在鉴宝大会购买3件宝物，谁的宝物价值最高，便算谁胜，如何？沈二小姐自小就和沈相在一起，见惯了天下珍宝，眼界不凡。这厉王妃从小被扔在乡下庄子养鸡种地，她哪认识什么宝贝？方才误打误撞蒙对一次已是万幸，之后怕是没这么好的运气了。怎么样，沈归墨？你要是怕了，现在就跪下，掌嘴一摆，为之前冒犯我和父亲赎罪，我便算了，如何？痴人说梦，我何曾说我怕了？我不过是觉得，既然要赌，那总归得有个彩头吧，不然怪无趣的不是？沈归墨，既然你送上门让我羞辱，那可别怪我不客气了。好，那就加个彩头。诸位有所不知，先前姐姐出嫁，强行拿走了父亲的全部积蓄，还把父亲气病，此乃大不算。今日我正好借着赌约，替父亲讨一个公道。天哪，没想到厉王妃如此貌美，竟然如此忤逆不孝，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姐姐若是输了，就当众给父亲跪下，自己掌嘴一摆，然后将从父亲这里抢走的银子10倍奉还，如何？好啊，但我若赢了，我也要让妹妹跪下，自罚掌嘴1000，然后拿我的嫁妆100倍给我，以及你买下的全部宝贝，如何？厉王妃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反正你也赢不了。好，还请温先生做个见证。那就却之不恭了。不好，王妃擅自打赌，若是输了，定然会让厉王府跟他一起沦为笑柄。我得赶紧去通知王爷。沈归墨，今天我就要你成为整个大晋皇朝最大的笑柄。比试开始。这9龙玉盘是鉴宝大会上数1数2的珍品，第一件就它了。9龙玉盘10万金，这沈二小姐果然财大气粗啊！仙长，选我，我价值100金，我价值千金，我！仙长，我穷，可买不起你们。哎呦，压死我了！像我千年沉香绝世珍宝有价无市，竟然沦落为垫脚石！这些人真是有眼无珠，有眼无珠！那块垫脚石多少钱？不值钱，王妃若想要，可以免费赠与王妃。那我就不客气了。哎，你们看，厉王妃在那干什么呢？如此寒酸行径，从未见过钱不成？
桌子上那么多宝贝，他不选，非要去抠一块一文不值的垫脚石，当真是穷疯了。50万两，3个宝贝售价如此之高，想来其真正价值更是无法估量啊！没钱还学人玩什么鉴宝，当真是无知者无畏。姐姐该不会还想去废品堆里捡鉴宝大会淘汰下来的残次品吧？废品堆？好痛！这一堆多少钱？一堆破烂罢了。王妃若有喜欢的，也卖给。谢啦。堂堂厉王妃与市井乞丐一般无二，这也太寒酸了吧！仙长，带上小的，小的定会给仙长惊喜。2个残次品，姐姐还真是对废物一往情深啊！嫁了个废物也就算了，来鉴宝大会竟也要挑一堆废物带回去。大胆沈莲儿，竟敢羞辱皇族！郑和，掌嘴！他怎么回来了？莲儿，方才我受的这一巴掌，我便要你100倍奉还。他几次三番以下犯上侮辱你，你就给他一巴掌。宰相在朝中根基深厚，现在还不是收拾他的时候。等时机一到，本王会将他连根拔起。看来你早就有所谋划了，到时候沈家一个也别放过。他是不是忘了自己也姓沈？你我夫妻一体，你的脸面便是我的脸面。你缺钱尽管找我，免得让人看了笑话。不用，开始吧。九龙玉盘的价值方才已经讲过，此番便不再赘述。汉阳玉佛，这可是100年前的宝贝，价值100金。天哪，这玉佛卖价也不过几10两，这一转手就价值100金了，这得赚多少啊？这竹笛虽不是什么古董，却是前朝武皇与皇后长孙氏的定情之物，其鼻孔镶嵌的天然宝石1颗便价值1000金。这只竹笛少说也要价值10000金呐！价值10000金，那岂不是比九龙玉盘金贵10倍吗？十二小姐眼光独到啊！听到没有，沈归墨，我这3样宝贝价值10000金，你拿什么和我比？赶紧准备准备，跪下长嘴巴！你着什么急啊？我的宝贝还没鉴定呢。王妃，请恕小人说句实话，您这一堆属实没有什么鉴定的价值。就是说嘛，一堆破铜烂铁，路边的乞丐都不会要，他就拿来当宝。这厉王妃脑子莫不是被门给夹了不成？你放心吧，我不会连累你丢人的。那这样呢？可有鉴定的价值？这可是1000年沉香，传说100年才能凝这么一小块，通体金黄，香气淡雅缱绻，沾之10日不散。这么一大块，肯定是绝世珍宝啊！天哪，竟然拿如此至宝当垫脚石，简直是暴殄天物嘛！这种绝世珍宝，我就免费送人了。若是东沈知道，我万死难辞其咎啊！哎，大师可能估算出这1000年沉香的价值。此等珍宝有价无市，老夫无法估算。还真是个宝贝。我也。厉王妃一块至宝已是天价，后面那2个破烂也不必看了，她赢了。想不到厉王妃还真是深藏不露啊！看来之前关于厉王妃的传言并非事实啊。这绝对不可能！如果这块垫脚石真的是至宝的话，那为什么组织鉴宝大会的行家会看走眼，拿它当垫脚石呢？沈二小姐的意思是，老夫鉴定错了？温先生乃是大晋鉴宝行家之首，他怎会打眼？妹妹，你莫不是愿赌不服输，想赖账？我怎么会出尔反尔？但我跟沈归墨比的是鉴宝能力，并不是宝物的价值。方才的1000年沉香不过是他运气好罢了。说那2破烂也是珍宝，那我就当场跪下，
承认他胜了。沈二小姐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对呀，我记得她说谁价格高谁胜。还不让人说了？怎么了，沈相？这种被人护着的感觉，怪不错的。既然妹妹有异议，那我便让妹妹输个心服口服。温先生，请。虽然不想承认，但先前千年沉香的事情确实是我走眼了。但是这两个破玩意儿，难不成也暗藏了什么玄机？它就是一块破铁，跟一块雕毁了的木头，能有什么玄机？别犹豫了，这就是俩破烂。温先生，赶紧宣布结果吧。还请王妃指点一二。我的眼睛好痛，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里面，求仙长帮我取出。可。舒服多了。这可是极品鸽子血红宝石，整个大晋皇朝只有一块，多少人马翻遍大晋都没找到它，没想到竟然藏在一个残次品里。又一件绝世珍宝，厉王妃这眼光绝了。怎么样，妹妹，服不服啊？这贱人运气怎么会这么好？那不是还有一个破烂吗？我就不信这个破木雕也是个宝贝。哼，说它真是个宝贝呢？那我就跪下，给他磕3个响头，承认我有眼无珠，不识珍宝。好。这木雕怎么如此眼熟？小凤凰，你有何特别之处？虽然我就是块普通的木头雕刻，但我的创造者来历不凡。这不是皇兄当年亲手雕刻的小凤凰吗？原来是他！当年皇上微服私访，不小心遗失了他，心疼了好久，特地发布了告示，悬赏1万两黄金寻找自己的小凤凰。现在那个告示还贴在城门口。圣上亲自雕刻，若说他是垃圾，那岂不是藐视当今圣上？妹妹，你说我该怎么定义他呢？此木雕价值10000金，自然是一件珍宝。妹妹这次是输得心服口服了吧？那这些东西我都要拿走了。你那3件宝物比我的已经贵上千倍万倍了，作何还要贪我这3件小玩意儿？愿赌服输啊！堂堂沈二小姐，难不成还要当众耍赖不成？爹爹，沈桂墨，我怎么会生出你这般贪婪自私的逆女？莲儿可是你嫡亲的妹妹，你怎么不能让着她呢？我自私贪婪，这不都随了沈相你吗？你还敢狡辩？当初我的母亲为了赚钱供你读书，累得得了重病，急需一笔钱救命。可是你呢？为了进京赶考，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了，连一个铜板都没留，以至于我连为母亲买棺材的钱都没有。沈相之贪婪，女儿可望尘莫及。怪不得他如此爱重钱财，原来……没想到沈相居然是这样的人，果然才华不等于人品。之前我便觉得不对，厉王妃是宰相糟糠之妻的女儿，理当好好培养才是，为何会被扔在庄子里呢？混账！圣恩大于天，你怎敢质问上亲？简直是大逆不道！生而不养，枉为人。就你也配与我谈恩情？我呸！生而不养父母之罪，养而不教父母之祸。厉王妃有资格责问沈相。好了，我没空与你废话。妹妹，按照赌约，我们还没有履行完，还不给我跪下掌嘴！娘，沈桂墨，莲儿乃京中闻名的千金闺秀，怎可当众下跪掌嘴？你让她以后如果在京中立足，今日暂且作罢。他日你来相府，我们定会给你个交代的。本王今日就要沈相给本王的王妃一个交代，否则按律法处置。我有眼无珠，不是珍宝；有眼无珠，不是珍宝；有眼无珠，不是珍宝；有眼无珠。够了吗，厉王妃？好，既然如此，那沈相你也别闲着，把沈二小姐欠我的钱还了吧，我嫁妆的100倍哦。给。不够。那是你出价从神府拿走了1亿，数亿数百亿，我们上哪儿给你弄那么多银两去？那就抄家，你相府的家底肯定是能还上。老爷，老爷！
师傅呢？哎，今日鉴宝大会上最美的女子去哪儿了？您说厉王妃是吧？她带人去相府搬东西了，也不知道现在是在相府还是在王府。厉王妃，她竟然成了厉王妃，这怎么会呢？哎呀，这厉王府可不是随便能进的呀。对呀，还得叨扰你一下，你帮我个小忙，把这个交给厉王妃，就说我请她在醉仙楼一叙。这个小贱人将相府值钱的都搬走了，这以后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吗？我看他就是仗着厉王撑腰，我倒要看看厉王死了，他还凭什么嚣张？你姐如今邪性的很，厉王身边有他，恐怕我们那不好下手。现在也只能请仙长亲自出手了。但仙长说过，他若直接对厉王出手，便代表了修仙者对大晋皇室宣战。他倒也不想把事情闹那么难看。我倒是有一个法子，既可以让仙长亲自动手除掉厉王，又可以不暴露他的修仙者身份。什么主意？一直有风声说厉王在寻找神医墨白，为解他体内的魅毒，可谁也没见过墨白真容。若是让仙长以轻纱遮面，冒出墨白，不错，到时候把所有的事情推到神医墨白身上。哈哈哈，我这便把主意告知仙长。来人，小姐，你去帮我盯着厉王府那边的动静。是。王妃当真将相府给搬空了？这是沈相欠王妃的。王爷，你是不是忘了正事儿？咱们今日去鉴宝大会可不是给王妃撑腰的。老神医难得出现这么一次，咱们就这么错过了。王爷，老神医递来拜帖，请厉王妃到醉仙楼一叙。这一定是王妃为王爷请的老神医，不枉王爷今日护王妃一场。走，我亲自去见老神医。请。这个玉佩通体莹润，是个好宝贝。一会儿送给厉北渊，就当是他今日帮我的谢礼了。啊，厉北渊呢？不是先回来了吗？哇！哎，这都是我师父爱吃的。厉王到，师父怎么没来呀？求老神医救救我家王爷！你们来找我治病？我师父的枕边人，何须舍近求远来找我呢？小姐，厉王他们就在。哎呀，这是……你这毒啊，波谲诡异，我也没有把握可以将其彻底清除。但是这世间嘛，恐怕只有我师父神医墨白能够解。我们请遍了天下名医，都是这个结论。不知老神医可否为我家王爷引荐师尊，厉王府定有厚报？怎么，王爷连神医墨白是谁都不知道？不知道。哦，看来厉王真不知道自己的王妃就是我师父。哎，我还是不要多言的好，免得坏了师父的什么计划。哦，我师父啊，他近日就在京城一带活动。待我见了他之后啊，他若答应此事，那自然会前往王府的。多谢老神医。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仙长的机会，这不就来了吗？这些都是可以吞噬毒素的灵丹，虽然不能马上将厉北渊身上的毒素清除，但是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增加他的寿元。厉北渊他一定会很喜欢。王爷，给你的。
抱歉，本王的手似乎有自己的想法。没关系啊，我知道味道不太好闻，但是你信我，吃下去对你一定有帮助。王爷，我感觉这玩意儿吃了要归西，快拒绝王妃啊！老神医入京以来从不见客，王妃请他见我，定然花了不少心思。如今又费心为我准备了解毒的丹药，我若驳了他的好意，他该要多伤心呐！我们爷什么时候学会心疼人了？莫不是对王妃动心了？你们俩干什么呢？快吃啊！我感觉身体轻松了很多。那是自然，本尊出品必是精品。从前似乎是本王误解了他，除了贪财了一点儿，似乎也没什么不好。虽然还急色了一些，不过还好，他似乎只对本王色，还算有分寸。这脸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啊！差点忘了，这个送给你。这是我从相府搜刮来的，感觉它与你甚是相配，我便想着给你。我还以为王妃验过拔毛只进不出呢，没想到对王爷这般大方。你懂什么？我们夫妻一体，我的便是王爷的，送个玉佩有什么稀奇啊？他从前到底吃了多少苦，才会这般视财如命？攒了那么多钱财，却连个像样的首饰都舍不得戴。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他却舍得赠本王如此贵重的玉佩，可见他对本王的真心。若是我能活下去，与他共度一生，似乎也不错。刚才是无意的，你信吗？再过分的事情，王妃都对本王做过。现在知道害羞了？厉北渊，你变了，从前你可不是这样的。我好像闻到了恋爱的酸腐味儿。是吗？王爷，禀王爷，神医莫白求见。快有请。神医莫白见过王爷。为何此人会给我一种熟悉的恶心感？敢当我面勾引我男人？等等，怎么感觉他好像很眼熟啊？是他，合欢宗最有希望飞升的天骄，如此棘手的对手，怪不得沈相要求我出马。你不是神医莫白，你究竟是谁？王妃觉得我是谁？你是谁？把老神医请来便知道了。他不认得我，同是合欢宗弟子，他竟从未将我放在眼里。他以为他是谁呀？不过是得天道眷顾，天赋高些，容貌美些罢了。若不是运气好，他连给我提鞋都不配。王爷，王妃为何说他不是神医莫白？您可看出了什么猫腻？莫白神医，为何老神医没有与您一起前来？他有急事要出诊，便让我自己前来。这便是他给我的信物，不知王爷可认识？这是老神医的神医印。看来他就是神医莫白。是小白的令牌，这块令牌小白从不离身，你把他怎么了？谁是小白？我不知道。还装？小白就是老神医，说他在哪？王妃，你莫要伤了神医，王爷还要靠他救命啊！王爷体内魅毒已经深入骨髓，再不救治，活不过半年。你当真要放任王妃如此害我吗？你敢威胁本王？王爷，王爷，厉北渊，你对他做了什么？王爷魅毒发作，
若没有我，他活不过今夜。求神医救救王爷！你跪没用，我要他跪下向我赔罪。王妃，王爷命在旦夕，求您救救王爷，不要意气用事。他根本不是神医莫白，我即便跪了，他也救不了你家王爷。而且，他刚威胁了厉北渊，厉北渊马上就毒发了，你不觉得很可疑吗？可如今事关王爷性命，想不了那么多了。求王妃为了王爷稍作退让，求王妃救救王爷，求王妃救救王爷。好，我跪。但你若无法将他体内毒素彻底清除，你今晚别想活着走出王府。王妃判断的没错，他根本不是神医莫白。我好心来救你，你们竟无凭无据，凭空污蔑我。老神医对他师父极为敬重，即便是不能陪师父前来，也一定会将礼数做周到，避免师父只身前来被刁难，而不是给一个令牌就将人打发了，如此敷衍。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临危不乱，即便事关自己性命，也能如此冷静。更何况，你刚出口威胁我便毒发，你不仅不是神医莫白，甚至是当年对我下毒之人。你还是跟当年一样难缠。是你当初强占本王不成，给本王下毒的妖女，我都舍不得对他用枪，你敢这么欺负他？沈微墨，总有一天我要将你挫骨扬灰！王爷，你快醒醒！王爷，糟了，他还是活不过今夜了。快送王爷回房，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靠近。仙尊，您怎么会如此狼狈？可是沈归墨那妖女很难对付。无碍，厉北渊绝活不过今夜。你们速速派人进宫觐见太后，告诉太后，沈归墨蓄意阻挠神医莫白为厉王诊治，导致厉王没了。太后暴怒之下，定然会将他千刀万剐。我马上派人去。等等，灵儿，你亲自去。沈归墨毕竟在名义上是相府的嫡长女，我们若不想被牵连，就要大义灭亲。是。太后娘娘不好了，厉王殿下他身中剧毒，生死之际，厉王妃阻拦神医为他诊治，导致厉王殿下他什么？去厉王府？太后，厉王妃呢？哀家要见他们。太后不可，王妃说了，没有她的命令，现在谁都不能进去。太后，沈归墨一定是在拖延时间，王爷恐怕早已凶多吉少了。王妃说了，现在进去，他和王爷都会死。求太后为了王爷稍等片刻。太后，沈归墨当年坠崖失踪多年，如今忽然回来，还带着一身邪性，恐怕她早已不是我的姐姐。太后，若是再拖延下去，恐怕你就见不到厉王最后一面了。太后娘娘，王爷现在生死攸关，我们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王妃身上，求您三思啊！太后，当年先皇离世时，一直喊着想见您，但太医却劝您在殿外等候，以致先皇带着遗憾离世。如今，难道要让厉王也步先皇的后尘吗？哀家现在就要见厉王，退下！太后，太后，渊儿，都怪哀家，竟然将这个妖女当作福星送到你身边，一切都是哀家的错，哀家的渊儿。还愣着干嘛？还不动手，将那个妖女拖下去，千刀万剐，挫骨扬灰，祭奠厉王殿下的在天之灵。住手！有妖女冒充神医害我，是厉王妃救了我。怎么跟仙尊说的不一样？厉王还活着。沈儿小姐，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太后娘娘，厉王殿下一定是被沈归墨那个妖女给控制了，他根本活不过今晚。谁给你的胆子，竟敢诅咒哀家的龟孙？带下去，严加看管。太后娘娘，你一定不要轻信妖女。太后娘娘，太后娘娘明鉴，
之前确实有一妖女冒充神医接近王爷，王妃当时便阻拦过小人。若是小人听了王妃的，此刻王爷也不会到鬼门关走一趟。小人甘愿受罚，但求太后不要牵连王妃。好了，现在惩治你也没有什么意义，你不如抓紧时间去查清楚背后的事情，将功赎罪的好。是。郑和对渊儿忠心耿耿，不会说谎。若是渊儿活过了今夜，那沈莲儿便与害我渊儿的幕后之人脱不了干系。哀家必当严刑，逼其说出真凶。什么时辰了？卯时了，马上就要天亮了。看来渊儿是平安度过了。墨儿为救北渊都豁出性命了，哀家之前还怀疑他，以后一定要好好的补偿他。快传太医！不好，出事儿了。你也才刚醒，现下应当好好休息才是。这儿有黄奶奶便可。她是为我变成这般，我怎可弃她不顾？从前我对她多有芥蒂，如今方知，她对本王的真心如此赤诚。只要她醒过来，本王什么都愿意给她。不枉我耗费半数修为救她，现在我弱体双修，她是不是也不会拒绝了？好熟悉的气息，师父。你是何人？区区凡人也敢质问本尊？跪下！啊，慢着。她是大晋皇朝太后娘娘，她可跪不得。这位是您的徒婿，他给您跪一个是应该的。原来他真的是修仙者。徒婿见过师父。你闭嘴吧！本尊让你下山搞钱，你怎么把自己给嫁了？还有，你的半数修为都去哪儿了？哎呀，师父，您听我跟您狡辩。不是解释。你最好给本尊一个合理的解释。什么意思？修为？师父，孙媳妇儿难不成是修仙者？是。谁让你们出来的？我怕龟墨会饿，给他准备了点吃的。来人，哀家也不知道龟墨喜欢吃什么，便让御膳房多准备了一些。谢谢黄奶奶。他早已辟谷多年，不食人间五谷，你们跟他相处这么久，都不知道吗？这就是你的男人，对你一无所知。你喜欢他什么？脸呢？天下男人都死绝了吧？啊！你就单为救他这张脸，散尽了半数的修为？不是因为这张脸，是想救人一命。给我闭嘴！跟我走！这些年我真是太纵着这个丫头了。她嫌宗门弟子长得不如意，我便允了她不必与男弟子打交道，结果害得她这方面毫无经验，竟然因为男人一张脸交出去半条命。今日我必须让她明白，天下男子吹的灯都一样，根本不存在非谁不可。你已经散去了半数修为，必须尽快双修恢复修为。今日你必须在他们之中选一个双修。可是我不想。因为厉北渊那个男人害你丢了半条命，还阻碍你修炼，已然成了你的魔障，不可不除。本尊现在就去除。师尊，我挑。快点。你过来。渊儿，别气馁。孙媳妇儿的师傅看不上你，定然是因为你大病初愈，没有打扮，邋遢了些。咱现在打扮利索再去见他，他定然会对你有所改观。本王倒是不在意师尊怎么看。皇祖母，这身如何？厉王殿下，不愧是大晋皇朝第一美男。那便这身了。王妃呢？王妃她跟着师傅去了小官馆，说是今日不回来了。什么？
来人，摆架！渊儿别冲动，女人是要哄的。这都1个时辰了，连个嘴都亲不下去。这竟然是我合欢宗的首席大弟子，说出去都不够丢人的。哎呀，还是下不去嘴。还得再喝。哦，沈归墨，这张脸我能亲下去。撒开！快点把舌头收回来！臭小子，你体内魅毒未清，不要命了！这俩祖宗，本尊真是上辈子欠你们的。他体内的毒已经被你清除大半，只要不动情，便可寿终正寝。跟本尊回宗吧，钱的问题，本尊去想办法。哎，师傅，其实徒儿不仅把钱凑齐了，还有盈余。我给你看乾坤袋。哇！你这是把大晋皇朝的国库都给偷了？当然不是，我是正大光明请赚来的。那就好。既然钱的事情已经搞定了，那就回宗吧。沈鬼魔，你当真要为了一个与你前途无异的男人放弃大道吗？我不是为他，是因为小白。我跟小白师徒一场，他现在还在那个妖女手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师傅，再给我些时日吧。师傅，求求你了。好吧，本尊就再给你3个月时间。3个月时间一到，不论事情结果如何，你都必须回宗，否则本尊就宰了。这个家伙。徒儿明白。恭送师傅。啊，对了，这小子身上的魅毒跟合欢宗有些渊源，许是跟几年前你那个因修炼采阳补阴禁术而叛出宗门的小师妹有关系。若是来日你抓到了他，把他带回宗门领罚。原来如此，徒儿明白。你真的要走？师傅说的对，我有我的道，况且我只是喜欢你的脸而已，你对我好也只是出于责任而已，我们都不是非对方不可，所以没必要绑在一起。你怎知我？罢了，那便如你所愿吧。这是我研制的新药，坚持喝3个月，肯定能将你体内的毒素清干净。其实你不用这么费心的，待郑和找到老神医，老神医自会请他师傅为我解毒。你没听到我跟师傅的对话？其实我就是……王妃，我找到老神医的下落了。仙尊呐，仙尊，厉王没死，灵儿又被太后打入了大牢，恐怕很快就要查到我们这里了。还求仙尊救救我们一家人！慌什么？厉王没死，沈归墨必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待本尊养好伤，他便不再是本尊的对手。只要除了他，整个大晋皇朝就无人可以阻挡我们。那个沈归墨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连仙尊你都忌惮他？沈相自己的女儿，自己不知道吗？一家子蠢货，本尊也是被他们害惨了，
成天求着我带他们求仙问道，却连自家女儿就是宗门天骄都不知道。如今招惹了沈规墨，本尊还得替他们善后。不好了，不好了，仙尊，厉王带人往相府来了。拖住，掩护本尊先走。只要本尊恢复了实力，自会救你们出来。好，仙尊，我这就去先拖住他们。想跑，晚了。师傅，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乖，我想不通，厉王与你们究竟有何冤仇？你们非要他死不可？你们可知谋害皇室可是夷三族的大罪？太好了，这个贱人如今只剩一半修为，只要我养好伤，他绝对不是我的对手。如今还是暂时避战的好。妖怪，结果他自己不识时务，仙尊看上他要跟他双修，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他竟敢反抗仙尊，那就怪不得仙尊要他死了。敢觊觎本尊的道侣，还下毒害他，你想好怎么死了吗？就凭现在的你，还不是我的对手。对，仙尊，让他见识见识你的厉害，杀了他！哎呀，怎么办？你们的仙尊不要你们了，怎么办？走啊！我可警告你们，我们早就败在仙尊门下，你们若敢伤我们，仙尊绝对不会放过你们！闭嘴吧你！不知道哪儿来的妖女，你还当宝了？告诉你，真正的仙长在这儿呢！你从小看不上的嫡长女，是4大仙宗未来的掌门。怎么可能？他母亲明明是出身未见的。你也闭嘴吧！有眼无珠的东西，凡间的荣华富贵抓不住，真正的仙途送到眼前，硬生生被你们推成了一条死路。你们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王妃来历如此不凡，怪不得师尊不择手段也要逼她回去。原来她肩负整个仙门的未来。老神医，您这么了解王妃，难道你们以前就认识啊？怎么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家王妃是谁？这位，我师傅，你们一直要找的神医莫白。其实我之前好几次想说来着，但是你没给我这机会。我走之后，你按这个方子给厉王煮3个月，3个月后他体内的毒变清干净了，就可以正常娶妻生子，异享天年。徒儿明白。王爷，您真舍得放王妃走了？有什么好不舍得的？仙凡有别，他身为宗门天骄，不可能为我舍弃宗门；我身为大晋皇室，太后也绝不可能让我入赘。罢了。连入赘都想到了，还说自己没有不舍。王爷，到底是什么时候沦陷的？师傅，你何时离开此地？等抓到小师妹就走。近来京城频频出现被吸干的男人，想来跟小师妹脱不了干系。嘿，对了，师傅，最近呢还有一件怪事儿，郑和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京城四周出现了这种奇怪的阵法。这是合欢宗禁忌。天哪，这都是这几天第几个了？若不尽快将这妖物尽快除掉的话，我们也会完蛋呀！本仙姑知道妖孽在哪儿。好了，别送了，你们回去吧。等等。你虽是宗门的未来，但宗门终究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累了，就回来歇歇。你的院子，我会一直为你留着。好。
厉北渊，其实我……吃人的妖女在这儿，杀了她！杀了她！你没事吧？啊，没事。冒犯王妃，来人，把他们拿下！大家别怕，王爷只是被这个妖女给蛊惑了。只要我们除掉妖女，便是大功一件。待王爷清醒后，重重有赏。铁师说的没错，大家上啊！杀了妖女，杀了她！杀了她！杀了她！沈归墨，如你这般修正道之人，受天道制约，绝不可屠戮凡人。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办。大家上啊！杀了妖女，保护王妃！等等，不可伤及百姓。王妃，沈归墨中了我的石骨掌，你死定了！多谢道长为我等百姓除了妖女。你怎么会忽然变得这么强？难道修了禁术？这些天京城被吸干的那些男人，现在才想到这些，你也太蠢了。什么？你才是妖女？现在才反应过来，一群蠢货！如果没有你们，我也不能这么快的了结他。而且你们一群乌合之众，我已经设置了法阵，等这个女人死后，法阵便会开启，京城所有人为我血祭，祝我飞升天道。这怎么可能？你应该废了才对。我不假装中计，怎么套出你的计划？这几日京中频繁有男人被吸干，我们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京城外围有奇怪阵法，但我们不确定是不是对百姓有害，我便询问了王妃。我大概知道是禁术，却不清楚是哪一种禁术。我刚好听到有人在散播我的流言，说我是欺人精气的妖女，我就猜到此事应该跟你有关系，便顺势设了这个局，引诱你说出来。本以为还要多费些功夫，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沉不住气。知道是血祭之阵，便好办了。师傅，去吧，用这个阵法图破阵即可。好的，师傅。至于你，要杀要剐随你，给我个痛快！想死啊？不行哦，你还得跟我回合欢宗领罚哦，小师妹。你怎么知道？前段时间师父下山找我，顺便提起了一位叛逃出宗的弟子。我不回去，我会生不如死的，我不回去。那可由不得你了。你们大师姐回宗就闭关忘情去了，如今3月有余，也该出关了吧？大师姐说她就出关亲个嘴，便回去继续。我合欢宗的多情道，硬生生被他修成了无情道。那个男人就这么好吗？忘不掉就没法修炼了吗？哼！宗主，你去哪儿啊？下山接个人。我们夫妻一体，我的便是王爷的。你每个月给我这个数，我就贴身保护王爷。师父说的对，我有我的道。况且我只是喜欢你的脸而已，你对我好，也只是出于责任而已。我们都不是非对方不可。王爷。